好，今天的轉會市場，德國天空已經宣布迪奧曼德本周將加盟皇馬，而曼城方面已經聯繫了切爾西的佩德羅內托，熱刺也將他列為備選目標。阿森納即將簽下吉馬良斯，而諾丁漢森林又準備5500萬英鎊向曼城報價萊因德斯。另外，維尼修斯有記者說，如果阿森納1.5億報價維尼修斯，皇馬願意給球員分成，促成轉會。好的，夏窗是我最喜歡的季節，各種各樣的轉會緋聞充滿了各種排列組合無限的可能性，大家都在暢想下賽季自己的主隊將是什麼樣的陣容。所以感謝您鎖定並且訂閱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感謝您的熱推和點讚，有任何建議請在評論區留言。那麼今天首先是關於迪奧曼德，羅馬諾對他早已經 Here we go， 但德國天空體育一直說事情還沒有談妥。可今天天空體育的記者也發了報道，說迪奧曼德轉會皇馬的交易，雙方已經非常接近達成協議。周二，萊比錫和皇馬進行了很積極的會談，樂觀情緒正在增長，交易很快就會敲定。而 ESPN 的記者則說，迪奧曼德的轉會實際上早就已經達成了協議，只是被萊比錫單方面拖延，拖慢了所有的進度。而協議中包含浮動條款，總價超過 1.3 億歐元。而且 ESPN 還說，關於迪奧曼德的轉會根本就沒有此前一些報道說的那些經紀公司糾紛之類的事兒。最近，迪奧曼德並沒有參加萊比錫去奧地利的集訓，總經理說迪奧曼德只是因病缺席，康復後就會歸隊。另外，英國的報道今天又說阿森納追逐維尼修斯可能只是向皇馬施加壓力，這可能是一種有計劃的策略，目的是迫使皇馬優先和維尼修斯續約，從而讓槍手在迪奧曼德爭奪戰中成功超車。總之啊，迪奧曼德的事兒確實挺奇怪的，也不知道萊比錫拖延的目的何在。但就這件事情飽受爭議的知名的轉會專家羅馬諾，他今天說，最近外界有許多對我的質疑的聲音，但我只是始終做好本職工作，我把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最新消息第一時間分享給大家，謝謝你們。好吧，就讓我們再等等。19歲的迪奧曼德預計很快就會在穆里尼奧麾下參加訓練，而另一位主角皇馬球星維尼修斯已經結束假期，周一已經參加了訓練。訓練結束後他說，我非常開心認識新教練穆里尼奧和新的隊友，大家都在非常努力的訓練。穆里尼奧希望我像一直以來那樣開心快樂的踢球，做我自己。我認為通過體能上的充分準備，我們可以在賽季中減少傷病，這樣整個賽季我們就能擁有完整的陣容。今天已經練了2天了，其中1天是雙訓，有一部分是在健身房裡進行的，做了一些短距離的衝刺訓練，主要是為了給雙腿增加一些負荷。我認為這是一堂非常好的訓練課，大家都練得非常疲憊，但現在需要好好休息，因為季前訓練就是這樣的，我們必須隨時做好準備。好，最新報道說，皇馬已經向維尼修斯開出了2200萬歐元的續約年薪，但依然無法達到球員的要價。這樣小幅度的增加仍然不能滿足胃口。另外有消息說，皇馬現在持有很開放的態度。皇馬確實希望維尼修斯能夠留在伯納烏，成為未來多年的核心成員，但同時不排除另一種可能性，如果他願意尋求新的挑戰，皇馬俱樂部也願意配合推動轉會，而不是強行將他留下。維尼修斯如果想走，皇馬甚至可以做一定的經濟讓步，具體操作方式是通過轉會費分成的機制。如果有其他俱樂部在今年夏天提出一份實質性的報價，比如阿森納方面如果願意支付 1.5 億歐元，那皇馬將同意從這筆轉會收入中劃出一部分比例，支付給維尼修斯本人和他的團隊，作為促成轉會的補償或者激勵。這也能被解讀為雙贏的邏輯。對維尼修斯來說，他可以轉換環境，同時獲得一筆可觀的轉會獎金。對皇馬來說，雖然要分出一部分轉會費，但至少能夠確保失去他的時候可以換回可觀的資金回報，而不是等到1年後合同到期一無所獲。消息說，目前維尼修斯還沒有公開表態是否接受這個方案。現在皇馬的續約談判仍然在進行中，但分流轉會費這個選項已經擺在了桌面上，成為雙方協商的一部分內容。據皇馬內部人士透露，雙方的會面將在本周3進行。與此同時，維尼修斯經紀公司 Rock Nation 的負責人邁克爾·約爾馬克近日在社交媒體發消息，說自己將前往倫敦，並寫道：倫敦我來了，我們出發吧。所以這個動態也引發外界猜測，許多人認為這可能和阿森納對維尼修斯的興趣有關。據說皇馬對他的續約報價不會有大的變化。
而穆里尼奧想幫維尼修斯發揮水平，但希望他先解決合同的問題。那麼維尼修斯他的想法也很簡單，就是想和姆巴佩平起平坐，但他感到了強烈的危機感，因為維尼修斯發現原本近在咫尺的金球獎，隨着姆巴佩的到來變得越來越模糊。維尼修斯不想做配角，這個心態對皇馬俱樂部來說非常棘手，而且他身邊的人一直在告訴他，你才是最好的，提醒他在姆巴佩來之前，是維尼修斯帶隊拿到了聯賽和歐冠冠軍，這讓他的自尊心極度膨脹。所以當下的維尼修斯非常像當年的內馬爾，當年內馬爾也是在巴塞羅那表現很神勇，但他意識到只要梅西在，自己永遠無法成為球隊的塔尖。就像6-1巴塞羅那逆轉大巴黎那一場史詩級的比賽，明明內馬爾是場上表現最好的，但第二天所有報紙的頭版頭條仍然是梅西慶祝的照片。所以內馬爾為了當老大去了大巴黎，後來又親口承認那是人生中一個巨大的錯誤。現在維尼修斯似乎又走到了這個十字路口，不甘心在姆巴佩身後做二當家，為了重新奪回聚光燈，他甚至可能在今年夏天選擇離開。皇馬這邊年輕的中後衛赫伊森仍然感覺身體很不舒服，無法參加合練，但據說傷情也沒有大礙，赫伊森只能進行單獨訓練。與此同時，馬斯坦托諾也在健身房訓練，他現在正在敲定租借加盟佛羅倫薩的事兒。除此之外，穆里尼奧還無法調遣勞爾·阿森西奧、門迪以及米利唐和羅德里戈，這幾名球員都處在康復階段。好，接下來關注巴塞羅那。費蘭托雷斯接受了美國媒體採訪，談到了自己的未來。他說，一切關於續約的談判都將取決於巴塞羅那的誠意，巴薩必須展現出想要留下我的態度，他們可以開啟談判，所有的事情最終都可以坐下來溝通。那麼這樣的表態，巴塞羅那表示有些意外，但依舊堅持不出售費蘭托雷斯的立場。過去幾周，巴薩已經告訴球員，俱樂部想和他續約，而出於財政公平規則的原因，續約必須在9月份完成。現在巴薩必須專注於球員離隊和引援。同時，巴薩指出，在費蘭托雷斯上賽季遭遇進球荒期間，巴薩一直在支持他，所以俱樂部現在不想在既定的立場上做出任何讓步，任何向他提出的報價也不會包含大幅度加薪。巴薩認為費蘭托雷斯的薪水和他在球隊中的角色以及教練的評價相符合，但從球員的角度看，費蘭托雷斯26歲，這一次續約或者轉會將非常重要，所以目前看不樂觀。但如果去大巴黎呢，也拿不到主力的位置，而且巴黎現在體育總監的策略也很難給高額薪水。不過最新消息，托特納姆熱刺已加入對費蘭托雷斯的爭奪戰，他們已經聯繫球員的身邊人，並且願意在球員願意重返英超聯賽的情況下討論轉會的事兒。那這麼一聯想，今年夏天還真有可能失去費蘭托雷斯。到目前為止，巴塞羅那在中鋒位置的引援舉步維艱，甚至沒有任何傳聞，難呀。不過今天仍然有好消息，18歲的比利時邊鋒比西武已經以巴塞羅那球員的身份正式亮相。這位年輕邊鋒簽約到了2031年，轉會費850萬歐元左右。太年輕了，這麼低的身價，技戰力肯定一般，買他只能着眼於未來。另外，太陽報突然說阿斯頓維拉有意引進貝爾納爾，但世界體育報立刻否認了這個說法。西班牙媒體表示，巴塞羅那從未考慮出售這位西班牙中場。好的，每日體育報呢又在吹風，說羅德里清楚他能和巴塞羅那無縫銜接，而且也記得當初和皇馬的矛盾。現在儘管羅德里的身邊人已經和皇馬進行了接觸，但目前還沒有任何正式協議達成，交易確實在推進，但是尚未最終敲定。在這種談判僵局當中，巴薩也詢問了羅德里相關情況，主要是想了解球員的真實意願，並沒有提出正式報價。巴薩只是想在不提出正式報價的情況下，摸清真實的局勢和球員的傾向。如果皇馬不能和各方達成協議，或者羅德里認為皇馬和他的球風不如巴薩更契合，那巴薩的試探可能會進一步升級。這樣的報道也算是媒體在巴塞羅那毫無波瀾的轉會市場上硬生生想要幫忙造點事吧。這幾年巴薩確實窮一點，每年夏天轉會市場總有點受氣。好，馬德里競技的阿爾瓦雷斯這幾個月過去一直是巴薩在轉會市場的頭號目標，但馬德里競技徹底拒絕談判，讓這樁轉會停滯不前。據說球員經紀人計劃在本周抵達巴塞羅那，和巴薩共同確定下一步該怎麼走。巴薩希望阿爾瓦雷斯能公開表態，再進一步。此前在世界杯期間，他已經要求馬競俱樂部放自己離開，去追逐夢想。
那麼如果阿爾瓦雷斯能公開的再鬧不滿，巴薩將可以將已經提出的1億歐元報價提升到1.15億歐元。但老 K 看來，皇馬1.5億歐元想買，馬競看都不看，你這1.15億又有什麼用？好，阿森納方面，旷日持久的關於吉馬良斯的轉會拉鋸戰即將結束，球員正在等待俱樂部許可，以便飛往倫敦接受體檢，並且完成轉會。情況已經發生變化，紐卡已經接受了吉馬良斯即將離隊的現實。據說阿森納將向紐卡支付8000萬英鎊，這筆交易隨時可能完成。好，利物浦終於有點消息了。最近他們一直在推進引進大巴黎的巴爾克拉，在談判中，利物浦希望能夠將最終成交價格控制在1.15億歐元附近。上周利物浦已經準備正式遞交首份報價。在大巴黎的估值體系中，巴爾克拉的身價被標定在1.5億歐元，但利物浦並不打算照單全收，所以目前雙方的價格存在3500萬歐元左右的差距。而球員巴尔克拉本人呢，對轉投利物浦抱有強烈意願，主要是希望獲得更加充足和穩定的出场時間。所以利物浦希望球員層面的推动力可以成為交易成型的重要因素。今年夏天，在此之前，紅軍利物浦已經以4000萬歐元的價格從奧薩蘇納簽下了前鋒穆尼奧斯。如果巴爾克拉能夠順利加盟，那今年夏天這第2筆重要引援就能夠讓新帥伊勞拉在下賽季在進攻端有更多的選擇和變化。但到目前為止，交易還處於早期階段，但他們對巴爾克拉的追求是認真的，球員本人也渴望離開大巴黎。未來幾周談判進展將直接決定這筆轉會能不能最終落地。另外，也有消息說利物浦已經開始正式報價了。大巴黎現在表示，他們對巴爾克拉的估價是1.45億英鎊，雙方的想法存在巨大差距。除此之外，阿森納也就巴爾克拉的情況進行了詢問，所以短期內巴爾克拉的交易不會完成，但球員本人非常動心。還有利物浦的老隊長中後衛范戴克，美職聯的芝加哥火焰隊非常感興趣，希望明年夏天能簽下他。但這一次利物浦在美國夏天的季前巡迴賽，范戴克缺席了，讓芝加哥火焰隊管理層非常沮喪。今年夏天，利物浦拒絕聽取任何關於范戴克的報價，即便明年夏天可能會白白失去他，但是他的領導力和經驗對伊勞拉年輕的防線至關重要。另外 AC 米蘭俱樂部也盯上了，希望能在1年後以自由身簽下范戴克。還有今天中場索博斯洛伊接受採訪，澄清了此前在熱身賽說他和隊友柯蒂斯瓊斯有口角。索博斯洛伊表示自己和瓊斯和奇米卡斯沒有矛盾，一切都已經平息。這件事呢，上周在紐約洋基球場，利物浦1-0戰勝雷克斯漢姆隊。當時索博斯洛伊沒有將隊長袖標交給瓊斯，而是由奇米卡斯佩戴。瓊斯顯得非常不滿，奇米卡斯則將隊長袖標扔在了地上。但現在索博選擇了淡化處理，他說，我們3人之間從來沒有爭吵，只是在場上討論的一些事情，其實是媒體把事情放大了。下次我們會選擇在更衣室裡解決，沒有人對誰生氣，事情已經說開了，我們都很好，大家都很冷靜。那麼下賽季英超的26到27賽季，新主教練人數已經創了歷史新高。英超還沒有開打，就有9家俱樂部以新任正式主教練開啟新賽季，這是英超揭幕歷史上的最高紀錄。有意思的是，利物浦的開局將非常特殊，伊勞拉前6場英超比賽都將對陣由新任正式主教練執教的球隊，分別是紐卡、森林、伊普斯維奇、富勒姆、伯恩茅斯和曼城。英超有個傳統的新帥紅利，認為球隊在有了新主教練後，往往會經歷短期的戰績提升，會重新激發起動力、戰術調整和心理的重置。所以這麼看，利物浦的前6輪很兇險呀。好，另外有消息，利物浦還在跟大巴黎談中後衛扎巴爾尼的轉會。23歲的扎巴爾尼上賽季在法甲聯賽幾乎是鐵打主力，28場聯賽首發26次，但在歐冠最關鍵的階段卻被主教練路易斯·恩里克排除在計劃之外。而利物浦防線急需補強，伊勞拉承認，儘管今年夏天已經用6000萬英鎊引進了傑雷米·雅凱，但防線依然很薄弱。布拉德利和喬瓦尼·萊奧尼身體剛剛恢復，但大巴黎肯定希望保護自己的投資，至少也要收回當初為扎巴爾尼支付的轉會費。當時他們用5700萬英鎊從伯恩茅斯簽下他。另外，今天曼城方面接觸了切爾西的前鋒佩德羅內托，探討將他帶到曼城的可行性。這主要由於曼城新的主教練馬雷斯卡過去是切爾西的教練，他們之前在切爾西共事的時候，內托就是馬雷斯卡非常欣賞的球員。
而且曼城目前存在着薩維尼奧離開俱樂部的可能性，內托被視作一個非常理想的引援。但目前佩德羅內托並不在切爾西的離隊名單上，他依然是主教練哈維阿隆索戰術規劃當中的一部分。因此接下來將完全取決於切爾西能不能收到一份足夠好、足夠重要的轉會報價，價格才是最重要的。只要錢多，我切爾西誰都能賣。還有熱刺正在追逐曼城的薩維尼奧，但同時也將切爾西的內托作為備選。這三角關係相當複雜，就看最後如何落地。而另一邊，諾丁漢森林又盯上了曼城的賴因德斯，準備5500萬英鎊報價，球員也願意加盟。這位荷蘭國腳在中場的控球能力和推進能力備受森林隊主教練格拉斯納的欣賞，已經將他視作新賽季森林戰術體系中的核心拼圖。去年夏天，賴因德斯4650萬英鎊從 AC 米蘭加盟曼城，可上賽季在曼城的出場次數不少，但許多時候是以替補身份登場，所以賴因德斯想打主力，去森林是個好出路。另外，今年夏天的时候，馬德里競技也曾經對他感興趣，但在得知曼城方面的要價在6000萬英鎊以後，馬競選擇放棄。還有，曼城仍然在轉會市場上正在推進從里爾隊引進18歲年輕中場布阿迪的交易。曼城還預計近期將會收到來自皇馬針對羅德里的正式報價，所以諾丁漢森林想抓住機會，在轉會窗關閉前完成對賴因德斯的引援。好，曼聯方面，我們都注意到今年夏天曼聯幾乎沒有什麼動作，這也是因為多年的轉會政策失敗，正在付出代價。像拉什福德、齐爾克則很難脫手。曼聯在 BIG6 中目前下窗花的錢非常少，而過去曼聯的鼎盛時期，作為衛冕英超冠軍，他們處於強勢地位，在福格森爵士麾下踢球能夠提升球員的估值，從想出售的球員身上可以獲得可觀的收入。現在情況卻大不同，28歲的拉什福德並不算老，但維拉隊和巴塞羅那都轉向更年輕的邊鋒。拉什福德 32.5 萬英鎊的周薪讓出售他變得困難重重。最近曼聯和博彩公司達成了價值2000萬英鎊的訓練服贊助協議，也是史上最大金額的協議。曼聯俱樂部利用了規則的漏洞，規則禁止博彩公司贊助球衣胸前，但這條規則不適用於訓練服，所以就有了這一項迄今為止金額最大的獨立訓練服贊助協議。今年夏天，桑托斯和蒂勒曼斯分別從切爾西和阿斯頓維拉加盟，總轉會費8300萬英鎊。但由於卡塞米羅的離隊和烏加特的膝蓋傷勢，他們仍在考慮引進另一名中場球員。至於拉什福德，預計在下周將和英格蘭的隊友梅努以及阿根廷後衛利桑德羅·馬丁內斯一起返回曼聯，但他現在處境敏感，如果出現還不清楚是回到卡靈頓基地呢，還是直接加入卡里克率領的球隊。如今拉什福德再次為曼聯效力的可能性更大，這主要還是如果離隊尋找替代者花費會更高，索性就留下他。另外，過去曼聯的桑喬現在很難再找到一支願意給他周薪5萬英鎊的俱樂部，不排除他2年內退役。他現在過不了人，速度不夠快，最後一傳和最後一腳球處理總不好，租借到阿斯頓維拉踢得非常差，所以現在沒有俱樂部感興趣，一點不讓人意外。過去身價達到 1.3 億歐元的桑喬，現在只能在英國第10級別的聯賽訓練保持狀態。過去他的老東家多特蒙德內部就從來沒有討論讓桑喬再次回歸。26歲的桑喬就以最殘酷的方式隕落。好，來自意甲的重磅消息，說橡樹資本很可能已經準備出售藍黑軍團國際米蘭。2年前，這家美國基金接手國際米蘭，是因為此前蘇寧沒有能償還一筆2021年發放總額 3.95 億歐元的3年期貸款，導致了這次交接。此後，俱樂部的管理和轉會運作發生了許多變化。基金設下的限制也讓國米的馬洛塔和奧里西奧多次調整計劃。目前橡樹資本很可能已經決定出售藍黑軍團，這一步很關鍵。他已經進入到直接管理的第3年，可能開始探索出售俱樂部的前景。國米這個資產需要被進一步提升價值。另外，官方宣布加拿大的投資巨頭 Brookfield 宣布已經完成對美國橡樹資本的收購，2大平台正式實現了全面結合。這次收購涉及了橡樹創始股東剩餘的 26% 股份，交易金額30億美元。完成交易後，橡樹整體估值達到115億美元。交易完成後，橡樹的聯合創始人霍華德·馬克斯將繼續擔任橡樹聯合主席，
同時保留在 Brookfield 的董事會成員和投資解決方案集團的主席職務。布魯斯·卡什也將繼續擔任橡樹的聯合主席。所以，隨着 Brookfield 完成收購，國際米蘭未來的發展也將和這個全球資產管理體系更加緊密的相連。好，開心一下，馬上要加盟阿森納的吉馬良斯，今天《太陽報》介紹了他的妻子，這是一位營養師。妻子安娜和吉馬良斯從2020年就開始交往。他們在23年在巴西最著名的地標里約熱內盧的救世基督像下舉行了婚禮。兩個人有2個兒子，大兒子馬特奧出生在2022年，小兒子彼得羅出生在2024年。現年28歲的安娜是一名營養師，喜歡在海裡面游泳，乘坐私人遊艇出海，也喜歡在 ins 上分享生活。目前擁有超過14萬名粉絲。安娜出生在巴西的庫里蒂巴，成長在一個熱愛足球的家庭，父母都是球迷，足球比賽一直是他們家中日常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吉馬良斯從巴拉納競技加盟里昂隊後不久，他便搬到法國和吉馬良斯共同生活，也很快適應了歐洲的生活，喜歡外出度假，喜歡參加雪地的旅行和滑雪活動。在他的社交媒體，安娜也經常分享健康和健身方面的建議。OK， 感謝您鎖定和訂閱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感謝您的熱推和點讚，咱們明天再見。